我家的户口上凭空多了一个7岁男孩，还把我家的学位房名额占用了。我女儿的入学申请因此被学校驳回。我急忙去查看注册记录，发现学位名额在去年就已经被人用过了。别人用我家的学位指标，已经上了整整1年的学，而我却对此一无所知。学位房名额6年一循环，下一次使用只能等5年以后。我急内要求学校立刻给我对方家长的信息，他们却以学生隐私为由拒绝了我。不好意思，我们不能直接把学生家长信息给您，不过我们可以帮您联系对方试试看。我忍着怒，告诉自己一定要先冷静。没一会儿，学校负责人却告诉我，对方拒绝跟我沟通。对方家长说，他家孩子用的是自己的学位名额，没有义务跟别人解释。我脸色无比难看。学校老师提醒我，房子是我的，那指标就只能我的孩子可以用。我开车直奔派出所户籍室，看到我的户口名下果然多出一个叫胡小龙的7岁男孩，赶紧询问工作人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。系统显示，胡小龙是去年7月份落到你户口上的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一个陌生人会莫名其妙出现在我家户口本？可能就是登记失误吧。失误？知不知道因为你们的失误给我们造成了多大的影响和损失？我现在要求你们马上把这个胡小龙的户口从我家迁出去。涉及未成年人，所以需要提供新监护人的同意证明。我一听这话可来气，合着别人户口转到我这里，咱不声不响就能办，现在转出去我单方面就没权利了。我果断报了警，向警察提供了所有的证据。警察去联系胡小龙原户口本上的家庭成员，几分钟后，胡小龙家长现在都在外地，只能等他们回来以后再配合调查。这家人分明就是故意要躲着我，学校报名通道眼看就要关闭了，我怎么等得起？从派出所出来后，我给从事教培行业的朋友打电话，朋友听完以后提醒我先联系律师，找人的事交给他。我又马不停蹄去了律师事务所。学位名额被占用的事情不是个例，即便通过申诉和审查，确认对方存在不当占用事实，受影响的个人很大概率最后也只能拿到远低于损失的赔偿而已。起诉到判决下来不是1天2天的事，我建议你们现在赶紧给女儿联系其他学校吧，至少保证孩子现有学生。老婆为了帮我分担房贷压力，换了更累的工作，女儿每天都期待的要成为小学生了。4个老人为了支持我们，拿出了多年积蓄，现在我要怎么跟他们交代？心顿时灰了大半，我立马打通了老婆的电话。老婆，有个不太好的事情要告诉你，你先做好心理准备。老公，怎么了？你别吓我啊！我把事情简单说了下，老婆跟我一样，听完也是又急又气。怎么会有这种事？学位明明是我们的啊，别人凭什么能用？当务之急是先解决倩倩上学的问题，我已经报了警，也找了律师，不管偷用咱名额的人是谁，绝对不会放过他。我们赶紧联系我家片区对应的公办学校，学校的招生名额已经满了，其他从前根本不做考虑的学校也早就停止了招生。老公，倩倩上学怎么办啊？其实还有个办法，就是让倩倩再等1年，我们打官司，让对方归还学位名额。律师告诉我，维权耗时耗力，结果大概率不尽如人意。如果失败了，那我女儿不但上不了附小，还得被白白耽误1年时间，无力感涌上心头。这时朋友来电话，说胡小龙的父母和家庭住址他都查到了。到底是谁？小孩他爸叫胡志平，一家子住在彩虹小区5栋301。彩虹小区不就在我家附近吗？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能干出这么不要脸的事。憋着一口恶气，我用最快的速度赶到彩虹小区，敲了好久的门，终于出来一个长相刻薄的卷发女。谁呀？敲敲敲！我看看现在几点了。你是胡小龙家长吗？你到底是谁？找我们干什么？你孩子上学用的是我家的学位名额，你说我找你们干什么？卷发女人脸色一变，下一秒她居然立刻关上了门，我气得抬脚就往门上踹。滚出来！别以为当缩头乌龟这事儿就算了，你们干这种事儿也不怕遭报应。我的怒吼声惊动了3楼其他住户，纷纷出来看热闹。301的门终于再次打开，这次是个满脸横肉的大胖子。他一出来，先对着那些看热闹的邻居嚷嚷：“都看什么看？谁在看我跟谁没完！”邻居们似乎都很怕他，全都回到了自己屋里。你就是胡志平对吧？你们还要不要脸？怎么能心安理得占用别人的名额上学的？相比于我的激动，胡志平格外平淡。我儿子上学那是我自己花钱找人办的，至于别人怎么帮我办，我不知道也不关心。你有意见别来找我。你的放屁！你儿子户口都转到我这里了，你还敢说你不知道？胡志平心虚的神色一闪而过。那你现在想怎么样？把你儿子户口从我家迁走，立刻归还学位。那不可能，我儿子不能没学上。你儿子不能没学上，难道我女儿就可以吗？我恨不得给他一拳。这时候胡志平背后出现一个小胖子，应该就是胡小龙了。他拿着一把玩具仿真枪对准我。爸爸，我帮你打坏人。紧接着我右眼角处一阵刺痛，看我捂住眼睛，胡小龙开始兴奋的鬼叫。哦，打中了，打死你！我又怒又后怕，差一点点玩具枪的子弹就会打进我眼睛，但是这么危险的行为，胡志平非但不制止，甚至竖起了大拇指。真不愧是我儿子，好样的！我气不过要教训这个熊孩子，他老婆赶紧冲出来，把熊孩子护在怀里。干什么干什么！我警告你，别动我儿子！我气得浑身发抖，要是杀人不犯法，真有可能现在就动手。眼看我已经处在暴怒的边缘，胡志平突然语气放缓：“哥们，说实话，反正我儿子已经上了1年了，9年义务教育他不允许学生退学的，你再不乐意也没办法啊。这样吧，我赔你点钱。”这事儿就算过去了，2万块怎么样？不少了吧？2万块，亏他说得出口。你做梦！
怎么？难不成你还想要20万？看着人模狗样，原来是个想讹钱的。来之前我设想过各种可能性，就是没想过对方会倒打一耙，竟然说我是为了讹钱。我已经报了警，也找了律师。随便你，我儿子户口在你那里，用你家的名额就是天经地义，你找玉皇大帝也没用。行了，老公，别跟他废话了，给他脸子。一家子重重关上了门，在意识到法律手段对付不了胡小龙的家人后，作为他合法监护人的我，决定换个方式。我利用监护人的权利，为他联系了一所偏远艰苦的山区学校，并火速办理了转学手续，打算送他去体验生活疾苦。您要考虑好，我们这边政策特殊，学籍一旦转进来，再想转出去可就没那么容易了。那岂不是正合我意？转。为了给孩子办理异地转学，我临时在当地租房，并成功拿到了学校的接收函。眼看快开学了，虽然我和妻子极力掩饰，但还是被我妈看出了破绽。你俩这几天怎么总是愁眉苦脸的？还有，人家楼上的乐乐妈今天去开家长会了，你们没收到通知吗？爸爸，我在哪个班呀？我要跟乐乐一个班。我心里很不是滋味。老公，这事儿一直瞒着妈，他们也不是办法，要不你就说了吧。你俩到底藏着什么事儿啊？妈，倩倩可能暂时不能上学了。你说什么？爸爸，为什么我不能上学啊？我跟乐乐说好了，要一起做同学的。我妈听了事情的经过，就要去找胡志平一家子算账，还说要去教育局讨个说法。女儿则哭到声嘶力竭，我跟老婆一直劝到后半夜。第二天，我先去学校为问题学生胡小龙办理转学。他在学校成绩差，霸凌同学，顶撞老师，而他父母把责任全推给校方，所以学校巴不得他快点走。但转学手续很慢，处理完学校的事后，我又去了律师事务所。周先生，根据您这边提供的各种证据，胜诉的概率是很大的，今天就可以提交起诉状。至于对方如何赔偿，要看判决后的结果。先不说我根本就不稀罕什么赔偿，就算那家极品愿意赔钱，也不是我想要的结果，更难解我心头之恨。如果监护人和亲生父母出现了抚养权冲突，该怎么办？一般来说，法院会根据儿童最佳利益原则来做出判决，比如双方的经济状况和未成年人的关系等等。当然，未成年本人的意愿也是很重要的参考意见。我若有所思，就在这时，老婆来电话：老公，不好了，咱妈跟姓胡的那家人打起来了。我担心我妈出事，急忙赶到现场，却发现她正和10几个老人一起围攻胡志平一家。胡家被打得十分狼狈。我老头子活这么大岁数了，不要脸的人见多了，像你们家这么不要脸的还是头一回见。胡志平老婆被打卯斗，等反应过来以后，他像疯子一样就要对老大爷还手，却被众人拦住了。来，你打，你最好把我打死在你家门口，反正我活够了，死之前带走2个祸害，那也值了。而我妈在另一边正拧着熊孩子耳朵教训，地上扔着他那被砸烂的玩具枪。小兔崽子，你还专打人眼睛，你爹妈不会管教你，我来管教你。场面因孩子哭闹不乱成一团。正当胡志平要报警时，我妈带着10几位老人齐刷刷倒地喊靠，把事情闹得更大了。一群老不死的，少跟老子玩碰瓷那一套。这时他看到了我，顿时所有的怒气朝我发泄过来。讹钱不成，就让你妈带人来闹是吧？然后他指着哭得上气不接下气的胡小龙：“我儿子今天要是因为你们被吓出了任何问题，我弄死你全家！”别怪我没提醒你，你儿子户口在我这里，在法律上我可就是他的监护人。你也就嘴上占便宜，不管在谁的户口本上，我儿子永远都是我儿子。你让他喊你爸，他会喊吗？我儿子在你户口本上，那确实是让你们占便宜了。毕竟你家就生了一个赔钱货。哎呀，万一你们2口子哪天死了，我儿子还能继承你家财产呢，你说气不气人？我撕烂你的嘴！但我妈上了年纪，真打起来怕闹出个好歹。我跟老婆赶紧抱住她。这时候警察来了，两边各执一词，最后我妈他们被口头教育了一番。凭什么他们先来我家闹事的？现在我们一家3口都被打了，我家还被霍霍成这个样子，你们说2句就完了？事出有因，而且大爷大娘们年龄都这么大了，你还要怎么样？真把谁逼出问题了，你负责。胡志平很不服气，临走的时候，他跟我放狠话：本来是愿意给你赔钱的，等我儿子小学毕业，户口我自然就迁走了。但你非要没事找事，现在老子1分钱都不会给你，户口我也不迁，我恶心死你！我妈在回去的路上还是气得直抹眼泪。真是倒了血霉，好端端的户口怎么就能弄错，让这种无赖占了便宜？您别难过，我一定想办法让他把学位还回来。胡小龙的转学手续已办妥，但因户口问题，我女儿的学位仍未腾出。为避免节外生枝，我先把家人送回老家。第二天，我在校门口见到了胡志平父子，他也看到了我。难道你还想在学校门口闹？因为是第一天开学，学校门口站了好些个保安和老师维护秩序。这人鬼鬼祟祟站那儿，也不是送孩子的，你们可看着点啊！保安果然警惕地看着我。胡志平得意地瞅我一眼，对胡小龙大声道：“儿子，快进去吧，好好学习，可别浪费了咱们家的学位房名额。”笃定我会因为愤怒跟他闹起来，让他失望了。我笑而不语，看着胡小龙走进学校。这小子刚走进去，一个女老师诧异道：“胡小龙，你不是已经转学了吗？
怎么又来了？胡志平听见了，他扒在门口笑道：“陈老师，你记错了吧？这个不可能弄错的。昨天学校刚给我的通知说胡小龙已经办理了转学，还是异地转学。不可能！”胡志平一声粗吼，把家长和学生们都吓了一跳。他顾不得周围人的目光，略显焦急。陈老师，我没给孩子办转学啊，是我办的。胡志平一脸懵逼。你说什么？1周前我就联系了新的学校，现在胡小龙的学籍已经很顺利的转出去了。我今天就是特地来拿他的转学证明的。胡志平脸上瞬间血色全无，他下意识反问：“你凭什么能给我儿子转学？”就凭我是他的监护人啊！胡小龙脑子缺根弦一样，突然兴奋地问道：“爸爸，那我是不是不用上学了？”胡志平本来就在气头上，闻言更是大怒，他一巴掌拍胡小龙脑门上：“你个蠢货还笑，哪天被人卖了都不知道。”孩子，这学校现在跟你没关系了，你的新学校离咱们这儿1000多公里呢，回家赶紧收拾东西吧。胡志平眼神由疑惑到不可置信，又从不可置信到震怒。他怒吼着向我扑来，吓得众人四散奔逃。幸好保安早有准备，及时将他制服。即便被按住，他仍表情狰狞地冲我狂吠：“你算个什么东西？你有什么资格让我儿子转学？你马上把我儿子学籍转回来！”你最好搞清楚，胡小龙现在跟我在一个户口本，户口本上清清楚楚写着他是我儿子，我儿子的事关你屁事啊！胡志平彻底被激怒。什么你儿子？你再胡逼逼一句试试！胡志平本来长得就凶悍，这么一吼，把学生们吓哭一大片。孩子们哭了，家长就不满了。这位家长，学校门口你注意点影响行不行？就是当着孩子的面满嘴脏话。我真不敢相信，咱们学校居然还有素质这么低的家长。你还不知道吧？他儿子成天在学校欺负同学，今天看来是一脉相承。要我说，走得好，赶紧走。胡志平被保安制住动不了，被迫听着别人的议论，脸都青了。他压抑着怒意，脸上的肥肉不停颤抖。我才是胡小龙的爸爸，没我的同意，你们怎么能把我儿子学籍转走？你们是不是收他钱了？小龙爸爸，孩子的学籍现在确实转走了，一切手续都是合法合规的。胡志平因在校门口寻衅滋事被警察带走，事后他并未罢休，多次去学校和教育局闹事，甚至报警，但都徒劳无功。最终他意识到无法改变现实，只好打电话给我。不就是要钱吗？只要你把我儿子学籍转回来，我给你10万总行了吧？我冷笑几声，没接茬。你想清楚，多少人一年都赚不到10万，你别不知道好歹。我还是不说话。老子生平最恨被人威胁，我告诉你，你越是这样，我越不可能妥协。我儿子上不了这个学校，那你女儿也别想。我女儿就算上不了 A 大附小，但是还能上 A 市其他学校。你儿子学籍现在已经到外地了，要么你们别上学，要么就只能去外地。怎么看，我们都比你们强多了。胡志平又破防了。你家就一个丫头片子，你就算给她再好的教育又能怎么样？以后不还是要嫁人当个家庭主妇？我们这是个儿子，是男孩，跟你们不一样。我们当然要给他最好的条件。你让孩子去那么远的山里，不是毁了他一辈子吗？真是病得不轻。你想给你儿子最好的条件，自己去挣啊，哪来的脸占着我家的学位说这个话的？怎么不干脆去抢银行得了？话不投机半句多，挂掉电话，我立刻给教育局打了过去。你好，我要举报有家长无故不让小孩上学，违反义务教育法的规定。他叫胡志平，电话是。为了不让儿子胡小龙转学，胡志平伪造了抑郁症证明为他办理休学，并想以此逼迫我让出学位。我决定反击，利用胡小龙休学在家感到无聊，我派人用奥特曼卡片把他引出来，带他去电玩城吃肯德基并买了新衣。当心急如焚的胡志平夫妇在警察的陪同下找到他们时，孩子玩得正开心，而他们已经急得崩溃大哭。你个兔崽子，老子找你都要找疯了，你知不知道？爸，别弄坏了周爸爸送我的东西啊！你叫他什么？你打孩子干什么？你不心疼，我心疼。胡志平怒气更盛，他一把揪住我衣领怒吼：“你把我儿子拐走，到底要干什么？你是不是找死啊？你要是想死，老子不介意成全你。”警察同志，你们快点把这个人贩子抓起来！别血口喷人，我跟我儿子玩，怎么就成人贩子了？你儿子？对啊，这是跟我在一个户口本上的儿子，千真万确。夫妻俩像吞了100只苍蝇一样，脸色瞬间难看无比。去年7月份是他们2口子自己把孩子户口上到我这里的，我确实不是孩子亲爹，但我现在把他当亲生儿子，有问题吗？户口的事我说了，是弄错了，你就是故意想恶心我，利用我儿子来报复我。奇怪了，那你说说我为什么要报复你？这时围观的路人越来越多，不少人还举起了手机。几百万的学位房我给孩子用了，如果不是当成自己亲生的，谁能做得到？你们说我拐走孩子，我做什么了？我伤害孩子了吗？哪个人贩子会带孩子到商场又吃又喝又玩？胡志平，做人不要太过分。胡志平说不过我，只知道满嘴喷粪，警察都听不下去了，让他住嘴。路人议论的声音越来越大。到底是什么情况？抢孩子呢？孩子到底是谁的？很明显啊，胖的那个是亲爹，瘦的那个是后爸。孩子现在跟后爸亲，亲爹不乐意了呗。真是的，孩子多一个的不好嘛，闹什么啊？闹！这么点事就报警，浪费警力。胡志平脸非常合时宜的掠过。你们知道个屁！今天当着警察和这么多人的面，咱们就把话说清楚。孩子跟着你们，是不是不但不能上学，还确诊了抑郁症？他才7岁啊！
现场顿时一片哗然。不是吧？现在还有不让孩子上学的人？有毛病吧？现在上学又不要钱，怎么想的？那么小的孩子得了抑郁症，难道是被天天虐待？两名警察的表情越来越不对劲。放屁！我怎么可能虐待我儿子？他意识到自己说不过我，让老婆带着胡小龙先走，我一个闪身挡在前面。我现在正式跟你们提出要求，我要胡小龙的抚养权。胡志平愣住了，不可置信看着我。你说什么？我说现在我才是胡小龙的合法监护人，这孩子我来养。他老婆绷不住了，鬼叫着扑上来要挠我，我抓住他胳膊一推，然后顺势把胡小龙拉到我身边。要不问问孩子自己的意愿呗，看他愿意跟着谁。你以为你是谁呀？我儿子又不是脑子有坑，会选你。结果下一秒他就被自己的好大儿打脸了。我要跟着这个周爸爸，他陪我玩，还给我买玩具、买衣服，我就要跟着他。胡志平脚下一晃，差点没站稳。小龙，你说什么呢？你这是怎么了？大家都听到了吧？孩子自己说愿意跟我走。这两口子哪里知道，这场戏是我早就编排好的。我跟胡小龙说，只要你按我说的做，你爸妈就会产生紧张感和危机感，从此把你捧在手心，舍不得打，舍不得骂，你想要什么他们都能满足你。胡志平怎么可能知道这些？此刻他浑身战栗，显然已经气到极点。老子白养你了是不是？还周爸爸，我抽死你！胡小龙脸顿时肿得老高，哭的那叫一个撕心裂肺。在与胡志平一家的冲突中，尽管场面混乱并惊动了警察，我仍故意激化矛盾，最终我们都被带到派出所。但我对争夺孩子抚养权的态度绝不妥协。起诉学位房问题的同时，我按计划一并提起了抚养权诉讼。最终，法庭在综合考虑各项因素后，将孩子的抚养权判给了我。胡志平夫妇本想投机取巧为儿子占学位，结果却因此失去了儿子，大受打击。孩子都抑郁症了，你们做父母的还不当回事。不过现在抚养权归我，我会带他去6院，不管花多少钱，我都给孩子治。6院那不是精神病院吗？胡志平这才反应过来，他一共3尺高，你还想把我儿子送到精神病院去？你才精神病，你全家都精神病。法警让他冷静，我冷静不了。怎么，孩子没病？那就是说可以上学喽？我亲自送他去。两口子终于崩溃了。法庭上，我们凭借胡志平私下贿赂、非法交易的证据，戳穿了他为占用学位房而撒下的谎言。最终，胡志平乖乖配合，去户籍室做了信息更改。他不仅被判赔偿我们30万，还因儿子的学籍问题陷入僵局，在拖了1年后被迫妥协，卖房带全家离开。他为自己当初的行为付出了应有的代价。